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大罪凯旋是赵丽颖、肖战强联合，还是和霍建华二搭更燃？最近一部名叫《大罪凯旋》的电视剧可是赚足了眼球。它不仅顺利完成了备案，还预备在今年某个及时举行开机大典。这部剧的亮点在于，它围绕一位平凡女性长达30年的创业征途展开，生动再现了中国啤酒行业的成长轨迹，同时也细腻描绘了一位女性企业家是如何在风雨中茁壮成长的。这样的设定让人不禁期待，这不仅仅是一个故事，更像是一幅幅有温度、有深度的生活画卷，励志味道十足，满满的年代感和生活质感，说是明年剧王的种子选手也不为过。据小道消息，剧组正在密切接触赵丽颖和肖战，这两位在圈内可是公认的演技派加励志偶像。想想看，赵丽颖从花千骨一路走到雨凤行，肖战则从陈情令到梦中的那片海，他们都是从绿叶做起，一步步成长为能够独当一面的大树。这种稳扎稳打的精神，简直就是大罪凯旋剧本里励志气息的现实版本。两人若真能携手，那份对梦想的执着与坚持，无疑会为剧集增添不少感人至深的色彩。说起来，赵丽颖和肖战近年来的表现真是让人拍手叫好。赵丽颖在《楚乔传》中的坚韧，你和我的倾城时光里的甜蜜，再到风吹半夏的独立女性形象，每一次转变都那么自然，深入人心。而肖战呢，从庆余年的机智到王牌部队的刚毅，再到余生请多指教的温柔，每个角色都被他演绎得活灵活现，让人印象深刻。这样的演技派组合，怎能不让人期待他们在新剧中的碰撞？再说到大罪凯旋的其他卡司，刘瑞麟和霍建华的加盟，简直是锦上添花。刘瑞麟这个名字可能有些人还觉得陌生，但一聊到他扮演的角色，比如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里的紫兰，或者是梦中的那片海的叶国华，那熟悉感立刻就来了。他在多部作品中的表现，可以说是一次又一次刷新了观众的认知，从青春洋溢到成熟稳重，切换自如，演技这块刘瑞麟拿捏得死死的。至于霍建华，那绝对是老戏骨级别的人物。他在演艺圈这么多年，始终保持低调，用一部又一部的作品证明自己的实力。最近在《玫瑰的故事》里的表现，简直让人直呼精彩。这次再次搭档赵丽颖，相信在大罪凯旋中，霍建华定能再度展现他那炉火纯青的演技，带来许多令人动容的瞬间。总而言之，大罪凯旋这部剧从题材到阵容，每一个环节都透露着不凡的气息。赵丽颖、肖战的强联合，加上刘瑞麟和霍建华的神来之笔，让这部剧充满了无限可能。无论是从演员的个人魅力，还是演技的深度广度，都预示着这将是一部既有深度又有话题度的好剧。咱们就静静等待，看这部剧如何书写属于它的传奇吧。2. 同是85花，为何赵丽颖、刘亦菲唐嫣风生水起，杨幂却被甩在后面？同是85花，赵丽颖、刘亦菲唐嫣风生水起，杨幂没一个能打得过。电视剧《玫瑰的故事》算是当下影视剧的一匹大黑马，虽然宣传力度不是很大，但开播即第一，直接冲上了热度第一，收视率更是遥遥领先于其他电视剧，就连另一部热播剧《墨雨云间》也不能与之匹敌。而作为《玫瑰的故事》里的女主刘亦菲，更是吃了不少红利，不仅热度和影响力再上一个台阶，就连路人盘也更加强大了。而反观和她同为85花的杨幂，这段时间过得可以说是一地鸡毛。不仅精心准备的哈尔滨1944扑了，就连原本很被看好，
结果却和玫瑰的故事撞了档期的《狐妖小红娘之月红篇》也扑了。如果只是作品扑街也就算了，关键是大家对杨幂的评价也越来越差。虽然杨幂以前也经常被吐槽演技差、没实力，但很多人都认为这些评价多多少少是含了一定的水分的。毕竟如果实力太差的话，也不会有《仙剑奇侠传3》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等爆款作品了。而且人家那时候的颜值也非常抗打，正是满脸胶原蛋白的时候。而如今经过作品几连扑之后，那些差评就变得货真价实多了。尤其是对于网上的那些演技差、脸崩、憔悴、衰老等言论，除了杨幂的粉丝会辩驳，很少有人会提出质疑了。而同是85花，在杨幂深陷事业危机，正在原地踏步甚至是退步的时候，赵丽颖、唐嫣和刘亦菲等人却一个个混得风生水起。赵丽颖在保持影视剧收视率的同时，还兼职做起了监制，监制的第一部《与凤航》还直接成了收视率第一。唐嫣这几年的作品虽然少，但短期内不缺好的资源，毕竟手握《繁花》这部代表作，它的商业价值瞬间提高了几个档次，甚至还直接凭借《繁花》入围白玉兰奖。至于刘亦菲，还是一如既往的稳扎稳打，生活工作两不误。虽然相比而言，工作时间要远少于生活时间，但谁让她有实力，不怕被流量抛弃呢？尤其是刘亦菲这些年来一直处于演一部爆一部的状态，这种显而易见的商业价值，谁不喜欢呢？也正是因为刘亦菲、赵丽颖和唐嫣这些人的事业对比，才更显得杨幂的格格不入。毕竟同是85花，为何赵丽颖、唐嫣和刘亦菲就能发展得风生水起，而杨幂却被远远甩在后面，甚至没一个是能打得过的？有网友分析了一部分原因，是因为她不服老。毕竟在大家的认知里，什么年龄该干什么事儿都是固定好的，而杨幂都已经快40的人了，还是热衷于演小姑娘。先不说年龄符不符合，就光说上了年纪的脸，即使平时保养得再好，看着再美丽动人，做起大动作来还是会忍不住脸崩。这也是为什么章子怡、周迅和斯琴高娃等人去演小姑娘时被骂得那么狠，毕竟他们的脸看着是真的太有违和感了。还有一部分原因就是杨幂被捧杀了。正如黄渤所说的，当你红了之后，身边就都是好人，听到的也大多数都是好话。尤其是平时被工作人员捧着，粉丝们宠着，身边连个县中颜的人都没有，时间长了他能不飘吗？借此可以借鉴一下黄晓明，当年有多火就被捧得有多厉害，要不然也不会落下一个油麦菜的称号。就是不知道杨幂最后能不能像黄晓明一样突然醒悟，下决心打破自我了。